做梦也没想到，就这样一个小水坑，居然能在里面掏出一只2斤重的大青蟹。作为业界出了名的捕蟹达人，华哥从来都是赤手空拳上阵，单凭一双皮糙肉厚的铁手，就能驰骋红树林纵横捕蟹锏。要是发现2个并排的洞穴，只需要将一只铁手伸进一个洞口里面装腔作势，自以为很聪明的螃蟹自然就会被驱逐出来。此时只需用最温柔的手法把住它的天灵盖，接着用带味道的天蚕脚将它一脚踩进泥里，用日本爱情片独有的捆绑艺术将其封印起来。突然，华哥发现远处有一个树桩，便毫不客气地走了过去。火辣辣的夏天，这里必定是蟹哥谈情说爱的避暑胜地。华哥二话不说，直接抱着树头四处乱摸。只见温柔双手直直地伸进树桩底部，经过一轮粗暴的探索之后，终究惹怒了正在休息的蟹大哥。为了报复不速之客，大钳子事后使得华哥嘴里嗷嗷叫，调整好姿势，重新伸进蟹大哥的洞府。左右手轮番上阵，蟹大哥终究不敌华哥的回手掏技术。看着大家伙的个头，没有2斤，应该也有1斤半吧。用泥水洗干净之后，放入背篓中。正在旁边水坑幸灾乐祸的螃蟹，刚好被眼神锐利的华哥逮了个正着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自己了，真的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看似普通的小水坑，往往都是坑不可貌相。一个坑里睡不出2种异蟹，除非想红杏出墙。一对情侣就这样双双被华哥轻松钳制。先将公蟹五花大绑，情人见状立马抬起钳子试图反抗攻击。不过一只母蟹的示威，华哥根本不放在眼里，甚至都没有给他一个正眼，拎起来就绑得结结实实。水沟旁边的蟹洞出奇的多，虽然华哥有摸蟹圣手的美誉，但有时候还是被夹得 viva 鬼叫，真是厕所旁吃外卖，离死不远了。既然我在明敌在暗，暗箭难防这种蠢事我才不干，那就将洞口围起来，将里面的泥水舀出去。此时螃蟹的庐山真面目终于出现在眼前，一只圣手在洞口使劲开挖，左手累了换右手。此时惊慌失措的蟹哥想尽办法后退，只不过为时已晚，华哥的摸蟹圣手也随之深入，才把这个愣头青拎了出来。一只天蚕脚将其踩在石头上，利用地球万有引力及全身的体重镇压，再进行捆绑。短短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背篓里面的蟹大哥们早已座无虚席，高朋满座。这就是捕蟹圣手的王者实力。满地都是2斤重的螃蟹随便捡，这种如获至宝的感觉你体验过没有？华哥对着横在淤泥上面的老树桩底部，摆出一副老狗挖洞的姿态，只用了20秒就把一只螃蟹给掏了出来。反过来一看，才发现腹部戴着一只口罩，原来是一只刚满18岁的母蟹。为了蟹族后代能蓬勃发展，再有不舍也只能忍痛放生。我只能说华哥太地道了，你们确定不来一个点赞吗？谁知一转身就遇上一只横行散步的蟹兄，看这行走姿态，我敢断定这位蟹兄平时肯定是出来混的。今天遇上捕蟹圣手，华哥算你倒霉了。一个凌波微步绕到蟹兄背后，直接把住他的3魂7魄。这个个头最少得有2斤以上。紧接着一招天蚕脚将其牢牢压制。蟹兄既要受到脚气的熏陶，同时也要让红丝带彻底的捆绑封印。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出来行走江湖，迟早要还的。华哥再次将战场转移到树桩4周围，这里是蟹族商业街的中心地带，也是平时捕获蟹的出没高发地。随便一个树桩底下都能掏出超过1斤的大泥蟹。突然，华哥放下麻袋，以100米冲刺的架势直奔水坑。浑浊的水里一摸就是2只大螃蟹，只不过这次又失算。还没来得及高兴之余，反过来一看，没想到又是一对戴口罩的姐妹花。既然有了先例，那只能通通放生吧。幸好旁边还有一只公蟹作为安慰奖，随便捡起就将它五花大绑。这是不是有点像替死鬼的意思？华哥沿着水沟继续前进，一只又一只泥蟹被直接生擒捕获。独臂蟹通常都会被华哥抛弃，小蟹弟即使舞动着稚嫩的钳子挑衅摄像头，也不会有人对他下手，因为他们是蟹族未来的生力军。华哥一家子以后的幸福生活就靠他们了。此时，华哥左手拎着一只深陷淤泥的双脚朝着水沟走去。作为捕蟹的妇女圣手，他只要对螃蟹轻轻一摸，就能摸出此母蟹已经怀孕1周，只能将它丢回水坑，转身将手里的公蟹按在脚底，在气味与绝对力量的双重压制之下，公蟹也只能被四海八荒节牢牢捆绑。作为早已失去单身的男人来说，华哥最爱拆散所谓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就好比这2只正在卖力干活的蟹驴也照拆不误，一手拎起公蟹，另一只手将母蟹扔得远远的。看来华哥年轻的时候给感情伤得不轻呀。对公蟹采用五花大绑政策，这真是老虎头上顶青蛙，我直接顶呱呱呀！就这样一边抓一边扔，华哥的麻袋很快就满满当当，真不愧是10里8村的抓蟹第一人。
单单看这些红绳子没有什么用处与价值，但经过素有捕蟹圣手之称的华哥，红绳子摇身一变，变得价值千金，不用怀疑和质疑，就是眼前一条条的红绳子，只要有他在，一天捆绑上百斤的泥蟹都不是问题。只见华哥使出一招成名绝技浑水摸蟹，顺利生擒了今日的第一只蟹老板。看个头如此之大，想必1斤半应该不成问题。5根脚趾牢牢按住蟹老板的天灵盖，再以红绳五花大绑，使其三魂七魄动弹不得。紧接着以泥水洗漱干净，蟹老板健硕的身材一览无余。华哥在蟹族地盘赤脚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。夜路走多了，总会遇到怀恨在心的刺客。一旦脚下有奇怪的触碰感，左右手瞬间条件反射往下捞，就像卖虾米不拿秤抓虾。又一只蟹大哥被五花大绑。当遇上有蟹界之称的赵子蟹，华哥也毫不畏惧，以退为进，敌退我进，两者当场过上了300回合。只不过最后还是不敌捕蟹界的扛把子，依着高级灵长类动物的优势，分分钟将赵子蟹轻松压制。穿最时髦的打扮，做最屌的捕蟹人，华哥在捕蟹界呼风唤雨长达29.99年，抓遍方圆几百里未逢敌手。而被捕蟹界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他那双铜墙铁壁的铁手，不但拥有厚实的老茧，而且传承了祖辈遗留下来的家族绝学双管齐下。突然，华哥表情一脸严肃，在泥水里不停浑水摸蟹的双手，时不时闪电般抽搐几下。难道摸到了电鳗吗？左手轻松擒住一只大公蟹，而右手还在泥水里捞金，水面不断翻江倒海。华哥遇到了强烈的抵抗，看样子个头似乎不小呢。没想到抓起来才不到半斤重，还是放他回去摇人过来吧。没等华哥把手里那只蟹老板绑起来，一只被顶绿帽的蟹兄刚好出门散心，没想到被绿之气还没有消散，自己生命却撞到别人的枪口上，真是蟹一倒霉，喝口水都会呛着。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华哥脸上瞬间露出得意的微笑，一把拎起蟹哥，以五指将其镇压在脚底。短短几秒钟的事情，蟹哥已经被华哥五花大绑彻底封印起来，真是阿屎落堂撞死鱼，太巧了。华哥继续逆着水流往上走，一只路痴的蟹老板直接撞到了猎人手里。这样光明正大的碰瓷，在我们人类世界也屡见不鲜。突然脚底下传来剧痛，华哥立马扔下麻袋，全力追捕凶手。原来是蟹老板的好基友，不过这个个头还是有待生长，还是回去摇多一些高大威猛的帮手，再过来自投罗网吧。画面一转，就在同一个地方，华哥又摸了一只大泥蟹，2只2斤重的大泥蟹，左右手各抓一只。华哥这招双管齐下的掌法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怪不得隔壁村花小翠也为之神魂颠倒，成功嫁入豪门，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。眼见白色麻袋越发沉重，今天的任务就到此为止吧，毕竟还要回家与小翠磨练掌法呢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关注一下吧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